我陷入了循环，每次我被人杀了之后都会重生，除非我能找出凶手。直到第5轮重生，我发现温柔男友是想挖我心脏的人，纯情闺蜜则是男友的地下情人，原来2人都想要我死。这一次，我将绝地重生，让他们生不如死。醒来时觉得头痛，睁开眼就是熟悉的天花板，由此我可以判断我正躺在熟悉的床上。我思索了片刻，立马因为震惊而坐起来，因为我清楚的记得，我的上一段记忆是在 ICU， 是的，我记得我已经死了。我习惯性的摸摸自己的右手无名指，这是我的习惯，我焦虑或者害怕的时候会摸自己的订婚戒指。可是我什么都没有摸到，我低头看着自己光秃秃的无名指，更慌了。我从床头柜上摸到手机，上面显示2019年5月4日早上7点。我明明记得自己2021年6月因患病入院治疗了啊，而且我清楚的记得没过多久自己就听到了病房外医生的审判，父母和男友的哭声。2019年5月，那时自己即将大学毕业，也已拿到当地民企的 offer。2个月后应该就是自己与赵坤的订婚宴。虽然我不敢相信，但我却清楚自己重生了。我花了将近1个小时才让自己接受了现实，直到赵坤的电话把我从神游拽回现实。起床了，妈宝贝。赵坤的声音低沉且富有磁性，我激动得快要哭出来，并且等不及要告诉赵坤这个好消息。我快速起床收拾，然后冲下了楼，看着不远处朝自己挥手的赵坤，兴高采烈地扑进他怀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瞬间我敏感地闻到了一丝陌生的味道。我不爱用香水，更别提赵坤一个大老爷们了。重生2个字本来已经到嘴边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说出来。你今天一起床就来找我了吗？我没头没尾地问了这么一句。赵坤觉得奇怪，笑着揉了揉我的头说，不然我还要先去哪里？我摇摇头，之前是病死的，最近一定要抽空去做个身体检查。我拉着闺蜜沈倩倩去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什么也没查出来，我有点慌了。别的人重生都是开了金手指，对境况了如指掌，可我只是知道自己会在那一天死掉，病因完全不明。我只能记得当时我总是头晕，也总是出现神志不清的状况。每次去医院，大夫也只是说是由于找工作压力过大导致的。事到如今，我却没有任何办法，只好更加密切地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每隔2个月就要去做一次小检查，一旦身体不适就马上去医院。家人和沈倩倩都觉得我有点神经过头了，就连赵坤都劝我要不要找个心理医生看看。我感觉非常头痛，自己是在2019年年底发病的。在这之前，我曾经确实因为焦虑失眠服用过一些褪黑素和安神补脑液，但那都是爸妈陪我去医院找医生开的，药也一直是自己保管的。我从得病到最后死亡都一直觉得是自己命不好，得了怪病，我实在不觉得是有人要暗害自己。时间再一次来到2019年12月10日，这一次我没有再去找心理医生开药，我确保自己没有服用任何药物。可是我还是发病了，我看着赵坤一次次漏夜将我送往医院，我就觉得心疼。我数着日子，可能终究还是要死掉了。2021年6月，我正式入院了，症状和上一次一样，头晕、犯困，很少能清醒。我躺在 ICU 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想着之前发生的事情，已经听不清医生的宣判了。我缓缓扭动脖子，看着窗外的亲人们。赵坤的手机好像响了，我似乎听到了熟悉的音乐。我看着从薄外套口袋透出来的手机的光，看着赵坤的手伸进口袋摁灭了屏幕，看着他把手掏出来抹了抹脸上的眼泪，然后彻底失去了意识。再次醒来，我首先摸了摸自己的脸，然后打开了手机，屏幕上再次显示2019年5月4日早上7点，我又重生了。鉴于上一次自己已经足够小心了，却还是没能改变结局，以及死的时候赵坤那异于平常的举动，我决定自己去一趟医院。结果当然是什么都没有查出来，我健康得很。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并不是我自己本身有病，而如我所知，自己父母都没有家族遗传病史。我开始思索到底哪一个环节被遗漏了。高中毕业后，我读了本地的大学，家里条件不错，且父母都是国企职员。毕业前夕，父母请年假错峰旅游去了，家里只有自己一人，偶尔男朋友赵坤会来吃1-2顿饭。我和赵坤是大学刚开学就在一起的，到现在已经将近4年了。我和男友的感情一直很好，甚至都没有怎么吵过架，拌过嘴。不过男友家不是本地的，
户籍在农村，家里有一个小3岁的妹妹。虽说是农村，但听说家里条件还是不错的。上大学的期间，男友是自己租房子住。闺蜜是大学同班同学，和我一样家是本地的，且家境比我还要优渥一些。平时两人几乎不在家吃饭，都是出去逛街，顺便就在外边吃了，也不会去夜店或者 KTV。就这么想着，我最终选择搜刮了一下家里自己经常入口的东西，带好去了医院做化验。可结果还是没有问题，我决定偷偷去一趟赵坤的公寓，因为我有时会和赵坤在那里约会做饭，我有那边的备用钥匙。至于为什么要首先怀疑到赵坤的头上，实在是因为那天赵坤身上那股子陌生的味道让我觉得奇怪，我以前从没注意过，这次重生倒让我更警惕了些。我在赵坤外出的时间买了一些菜，大大方方的进了赵坤的家，同样拿了一些我会入口的东西送去化验。离开前我洗了洗手，发现洗脸池下水有点不通畅。赵坤公寓下水堵塞是常事，这一点我很清楚，赵坤教过我怎么疏通。我从旁边拿了常用的铁丝钩子，伸进下水道，勾出了一大坨黄头发。我看着眼前的东西屏住了呼吸，是女人的长发，且从颜色来看不是自己的。我从不染发烫发，更不用说是这么张扬的黄色。这套公寓赵坤已经租了3年了，换言之不可能有生人来住。我傻了一样怔怔的站在水池旁，直到赵坤快回来时，我才把头发扔进马桶并且冲走。我做了一大桌子菜，等着赵坤回来。毕业就结婚，你会不会后悔？我低头扒拉着自己碗里的饭菜，问赵坤。赵坤笑着摸了摸我的头。怎么会？这不是你的梦想吗？我抬头看着赵坤的眼睛，看不出任何破绽，要么真的是他问心无愧，要么就是他当真对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没有丝毫悔意。我找到沈倩倩，和她说了自己的怀疑。沈倩倩很震惊，谁不知道我和赵坤大一就在一起了，这么多年感情好的像命一样，是院里人人艳羡的神仙眷侣。你打算怎么办？沈倩倩问我，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沈倩倩只好劝我不要多想，暂且先按兵不动，等抓到把柄再做打算。我点点头答应了。发生了这样的事，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推迟订婚，随便找了个理由把家人和赵坤那边搪塞过去了。之后我又去了几次赵坤的住处，但确实什么实实在在的把柄也没有找到，并且之前送到医院化验的结果也显示并没有什么不妥。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推测有问题。10月的时候，我刚入职不久，突然在座位上晕倒在地，随后被同事送去了医院。醒来以后，我只觉得大事不妙了。按照以前来看，我应该是会在12月发病，这一次竟突然提前，还提前了2个月。沈倩倩来看我的时候，问我赵坤有没有什么异样。我虽然跟沈倩倩说了怀疑赵坤，却没说重生的事情。一来这样的事情实在不可信，二来我也怕吓着沈倩倩。可当沈倩倩的手机屏幕亮起的时候，被吓着的人却是我自己。屏幕上赵坤2个字赫然在目。我震惊，但我很快就冷静下来，把头扭开看自己的手机，假装什么都没有看到。我能感觉到沈倩倩惊慌的扭头看我，我甚至能想到沈倩倩正在心里盘算说辞。看到你状态不错，我就放心了，这段时间你多休息，别太累了。沈倩倩替我拉了拉被子，我笑着点头，目送着我离开自己家。我开始注意自己的饮食和行动，不再接受任何人给的食物，也不再和沈倩倩和赵坤一起吃饭、约会。沈倩倩和赵坤的那一次疏漏，让我意识到我不能再相信任何一个表面上和自己亲近的人了。任何一个亲近自己的人都有可能是伤害自己的凶手。可是年底，我的病情还是加重了。被推进 ICU 之前，我用尽全身力气去看病房外的人，去分辨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可惜我什么都没有看出来。昏过去以后，我突然迷迷糊糊又有了一点感知，听到父母好像签了什么字，是病危通知书，还是死亡通知，亦或是什么？再睁开眼，依旧是2019年5月4日早上7点，这次我心里有点底了。但他们是如何下手的，什么时候下手的，以及为了什么这样做，我却一点头绪都没有。因为心事重重，不敢告诉父母真相，又不敢再吃什么药，夜晚我一个人在家里更难入睡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从5月到12月，我仅剩7个月的健康了。一旦等我发病，我就更难调查真相了。何况从上一次经历来看，一旦有哪一步做错了，
可能就会改写整段时间会发生的事情。一旦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情，我能够掌控的局面就更狭窄了。我静静躺在床上，情绪低沉。突然，我好像听到什么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家没有养宠物，父母此时在度假，会是什么声音呢？我害怕的裹紧了被子。我不敢下床去检查，只是静静的躺着，更仔细的分辨声音。接着，我闻到了奇怪的味道，我想再仔细闻闻，可是脑袋越来越沉。第二天，我是被噩梦惊醒的，我梦见赵坤和沈倩倩诡异的朝着我笑。我打了个冷战，搂了搂自己的肩膀，肩膀却有些酸。我拉下睡衣宽大的领口，一个小到根本不可能引人注目的红点出现在我的肩膀上。我好像想到了什么，立刻起床收拾，冲向医院。化验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傻眼了。我的血液中有残留的药物，但是经过整整1夜，已经吸收了大部分了。我马上打车去了小区物业，说自己丢了东西，要求查看监控。昨天那股奇怪的味道一定不是我神经质。在昨夜我辗转难以入眠的时间前大概几分钟，一个蒙面的人进了单元楼。然而单元楼门是上锁的，换句话说，这个时间会拿着钥匙开门的只有住户。而自己家的锁，赵坤和沈倩倩都有备用钥匙，所以这个人到底是谁？我跌跌撞撞回到家，一个人沉思了很久。1个星期后，我坐在家附近酒店的床上，盯着电脑屏幕，静静等着。我在家门口安装了针孔监控，换了家门的锁，并且花钱雇人伪装成送外卖的，在楼层暗处等待。一旦这个人出现，他就立刻上前攀谈，目的就是让这个人开口说话，如果能扯下帽子就再好不过了。事情如我想象有序的发展着，可是当我听到监控里女人的声音时，还是忍不住颤抖了起来。这个声音我怎么可能不认识？是沈倩倩。我深呼吸了很多次，才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我拿着监控去了律师事务所。坐在警局的沈倩倩一句话都不肯多讲，看到我时也只是冷笑。我就坐在我对面，也是一言不发。是为了赵坤吗？末了，我终于问出这句话。是我做的怎么样？你以为你还能活多久？为什么？我冷着脸问。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沈倩倩阴笑着看着我。警察也什么都没有审出来，但沈倩倩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剩下的事情我也没有心思处理，全部交给警察了。没想到沈倩倩是这样的人。赵坤听说以后安慰的抱着我。对不起宝贝，我都没有发现你的异常，是我的疏忽。我看着父母和赵坤焦急的表情，突然觉得有些厌倦。都已经这么小心了，竟然还是让真凶得手了。看来一个沈倩倩对他来说根本死不足惜。那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能舍弃4年的感情，舍弃自己的身份，对自己下这种毒手呢？我一定是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这是我第4次重生了，虽然说已经知道如何应对沈倩倩，可赵坤那边我却没有任何头绪。如果不能抓住赵坤的小辫子，那么我是不是就要无限重生，永远活在这段重复的时间线里？这是我以前没做的事情，因为我和赵坤都打算留在当地发展，且当时订婚后不就他们就在筹办婚礼的事情，房子也是我爸妈全款买下的，写小两口的名字，加上前几次重生我揪出来的蛛丝马迹，我知道事情的源头一定不止沈倩倩一人。但他为什么没有供出赵坤，又为什么不交代作案动机呢？而赵坤与自己相恋多年，能力出众，毕业后找到的工作薪资不菲，所以他到底为什么要赌上自己的大好前途对自己下手，我真的想不明白。赵坤欣然同意，我倒当真看不出一点问题。我清楚，如果真的是赵坤要害自己，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自己这样进了赵家家门无异于羊入虎口。但我豁出去了，就算是重蹈覆辙，也必须找到突破口。到了赵坤家，我倒没觉得多么破落，现在的新农村也已经都是砖瓦房小2楼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相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我毫不客气地住进了赵坤的房间，其实我本来应该住客房的，但为了证据，我要咬牙拼了。头几天我本本分分该陪着赵坤走亲戚逛街聊天就陪着去了，两人一如既往形影不离。估摸着赵家对我已经没有任何顾虑以后，这天赵坤要去集市买东西，我就装病喊头晕不舒服。要不我带你去医院吧？赵坤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我闭着眼睛装出很不舒服的样子，躺在床上摇头，我想睡觉。赵坤只好给我掖好被子，倒了杯温水。离开房间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听到赵坤嘱咐他妈妈留下来。
等脚步声远了以后，我在赵坤的房间里开始小心的翻找。我找到一本相册，相册里是他们家的一些照片。翻了一会，我觉得不对劲了。赵坤的妹妹只比赵坤小3岁，可这本相册里只有赵坤的婴儿照，完全没有妹妹的。妹妹的第一张照片看上去也已经有5、6岁了。刚来赵坤家的时候，我也问过为什么妹妹不在家。赵坤爸妈说妹妹照例上的是寄宿学校，半年才会回家一次。这么想着，我继续翻看相册，翻了好多遍，我开始明白了为什么我觉得哪里都透露着一股不对劲了。妹妹赵丽长得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更不像哥哥赵坤，加上没有幼时的照片，我几乎可以断定这个赵丽根本不是赵家亲生的女儿，8成是领养来的孩子。我想了想，我走出了房间，赵坤的妈妈正在客厅看电视。我借口来姨妈，问赵坤的妈妈有没有卫生巾，赵坤的妈妈说赵丽的房间应该有。我点点头，进了赵丽的房间。我没进去一会，赵坤的妈妈就跟进来了，估计是怕我翻出来什么。我从书桌边的架子上拿了卫生巾就退出来了，直到上完厕所回到赵坤的房间，我才控制不住的颤抖起来。赵丽的书桌上摆放着一个相框，那人是赵丽本人没错，只是那一头金灿灿的长发却让我无法释怀。所以堵在赵坤公寓下水道的头发是赵丽的。可是赵坤一家却说我在寄宿学校上高中，且那个学校就离村子不远，到市里却要坐好久的车。所以赵丽根本就在自己身边。不上学的妹妹，非亲生的哥哥，下水道的头发，我不敢往下想了。接下来的事情依旧是重复之前的经历，发病、入院、抢救、迎接死亡。但是我觉得自己很接近真相了，只是还是差一点。我决定让所有的事情终结在这一次重生。我花重金请了私家侦探，重点检查赵丽的行踪，以及这中间和赵坤有过多少次接触。私家侦探的效率不是盖的，很快就给了我一份报告。赵丽就住在赵坤的楼上，时不时会到赵坤的公寓去。而这个赵丽早就因病辍学了。据现在到手的证据可以知道，赵丽是先天性心脏病，且她的心脏未必能支撑她活过20岁。侦探在一旁解释，最重要的有一点你要知道，这个赵丽已经怀胎5月，孕检都是赵坤陪着去的。我听得如坠冰窖，那么一瞬间，所有的事情都通了。赵丽和赵坤不是亲兄妹，所以两人之间早就发生了不伦的苟且之情，甚至还怀了孩子。但赵丽的身体虚弱，联系之前死时看到父母签的什么协议，我不难想象那是一份遗体捐献同意书。自己的父母是知识分子，一定是希望自己死后能以这样的形式活在这个世界上，然而却没有意识到早就被赵坤这个王八蛋利用。赵坤想要把我的心脏换给赵丽，而赵坤的全家都是帮凶。我冷静了好久才平复了自己的情绪。我知道我现在所掌握的一切还不足以让我把赵坤送进监狱，我必须有更多的证据。我把沈倩倩约了出来。倩倩，我假装痛心不已的和沈倩倩说，赵坤是真的出轨了。我看着沈倩倩的表情就知道，赵坤和沈倩倩一定也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真的吗？你找到证据了？沈倩倩问我。我点了点头，我查到他的汇款和通信记录了，你陪我去警察局吧，靠警察的力量一定能找出这个人的。沈倩倩的表情更难看了，我张了张嘴，最后借口家里有事溜了。我看着沈倩倩几乎是落荒而逃的样子，拨通了报警电话。这次的证据，连同在我家下药扎针的证据，我早就一同交给了警察。没有直接抓捕沈倩倩是我向警察提议的，因为我这次一定要知道沈倩倩包庇赵坤的原因。第二天我就收到了警方的传讯，说是得到了沈倩倩和赵坤的通话录音。我到警局以后，负责案件的警察简明扼要的向我解释了一些事情。赵坤和沈倩倩确实有一腿。据沈倩倩所言，她早就暗恋赵坤，但没想到被我先他一步。而赵坤则照单全收，明面上是我的贴心男友，私下里却一直是沈倩倩的秘密情人。并且赵丽和赵坤的事情他竟然全部知道。怪不得之前我送我进监狱的时候我会有那样的言论，原来是嘲笑我一直被蒙在鼓里。掌握了证据，警方开始实施抓捕。可是好几天都没有抓到赵坤一家人，看样子是早就得到消息畏罪潜逃了。这天我下班，拐进一家小巷子，接着就被一记闷棍敲晕了。我醒来时看到赵坤一家的脸，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倒是赵坤和赵丽看着我平静的脸有点心虚。赵丽踹了我肚子一脚，然后掐住我的脖子。
当初你乖乖死掉不就好了，非要搞得大家都这么麻烦。死？我冷笑，我死的次数够多了，这次我非要赵坤一家付出代价不可。为你和赵坤之间恶心的不伦恋殉葬吗？你们配吗？说罢，脸上又挨了一记耳光。都要死了，还这么多话。赵坤一改以往温柔绅士的模样，狠厉的看着我。我揶揄的看着他，发情的公狗。我扔出了5个字，接着拳打脚踢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我在心里盘算着时间，没过多久，枪声在外响起，我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没错，走进那条小巷子是我故意的。我早就知道以赵坤一家的性子，断不会置赵丽和他肚子里的孩子于不顾。而我也早就发现有人悄悄跟踪我，也从私家侦探那里确定了这件事情。我又花了一大笔钱拜托侦探跟紧我，发现我被赵坤打晕后立刻报警提供行踪。这一刻是我死了5次换来的。赵坤一家被以故意伤害罪、绑架罪和杀人未遂提起诉讼，其中赵坤、沈倩倩为主犯，其他人为从犯，由于情节恶劣，被判从重处罚。而赵丽因怀有身孕且未满18，未能从重处刑。一切结束后，我只身前往看守所看望赵坤。为什么？我这句话冷的这句话倒不像个问句。赵坤冷笑一声没有回答。你是怎么知道我和赵丽能够配型成功的？我接着问。你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你不会不知道换器官手术的难度和术后的风险，你也不会不知道你自己的行为是在做什么，所以我想让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和赵坤相恋多年，从校园走到婚纱，我从没有过一次怀疑过赵坤对我的感情有几分真，几分假。我对赵坤永远是那么温和顺从，遇到事情永远会和赵坤商量着解决。而赵坤也一直是大家公认的模范男友，体贴细心，和别的异性一直保持距离。谁能想到这一切都是赵坤营造出来的假象？他不仅骗了自己，骗了自己的父母，他还骗了所有人。你这个活在温室里的花朵懂什么？赵坤冷笑着看着我，我却一点也不生气了，我只觉得恶心，恶习自己没看清赵坤是个烂人，恶心自己这么多年都被蒙在鼓里。小丽从小就是我的床伴，我会在夜晚抚慰我，也会抚慰爸妈，有时也会加入。小丽对我们家的意义是非凡的。我知道事实恶心，但没想到这么恶心，所以这一家子全是变态，全是疯子。我听不下去了，对一个疯子我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是恨自己为什么在他身边这么多年都没发现他是个没有道德伦理下限的疯子。你毁了我，毁了我的家，毁了我的人生，我不会放过你的，我要把你碎尸万段。赵坤发疯似的捶着桌子，双眼布满红血丝，怒目圆瞪，目光像是要吃人似的。我毁了你？我冷笑。从一开始你就是带着目的和我在一起的，你把别人的生命当成草芥，还做出这些不要脸上不了台面的下流事来。毁了你的人是你自己，是你那些不知廉耻的家人。我一口气说下来，觉得很是痛快。这么久以来忍辱负重，若无其事的留在他身边，为的就是今天。这么多年我对你百依百顺，是我看错了人，错把畜生当成了宝，错付了真心，你就好好留在监狱里反省吧。我离开了看守所，走之前一个警察拦住了我，说沈倩倩有话对我说。我强忍着恶心坐在了沈倩倩的对面。你应该已经知道真相了。沈倩倩诡异的笑着，身体极其不自然的扭动着。我们不仅给你下迷药，进你的房子给你打针，哈，我们还在你的外卖里下药，在你的生活用品上涂药，嘻嘻。你逃得了一个，不可能逃掉第二个。你自以为你掌握了线索能避开，到最后不还是被我们得逞？我笑得五官都扭曲了起来，看上去真的很像那些电视里演的变态杀人魔。我不想再听了，起身想要离开。沈倩倩在我身后大喊，明明是我先喜欢他的，凭什么你才能和他在一起？就算我不能当他的正牌女友，我也不会让你舒舒服服的当。凭什么？我在心里苦笑，可能就凭只有我的心脏才能换给赵丽吧。从看守所里出来以后，我脑子里一直绷着的弦才终于松了下来，结束重生的循环，我又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